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？其实给你们看看这一罐东西，你们应该能猜出来，我现在在法国的巴黎。然后接下来这几天会在这里吃玩玩逛逛，会带大家云游巴黎。现在就让我先吃个早午餐。刚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法国的小酒馆进来吃午饭。今天吃的这个叫 quiche， 这种其实就是用鸡蛋、奶酪做成的那种片儿饼，然后里头会夹很多馅料。我今天吃的这个夹了吞拿鱼和番茄在里面。其实这次来巴黎还蛮巧的，刚到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突然就开始下起大雪，据说是法国多少年难得一遇的大雪。在巴黎的这几天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说，他们在这里这么久都没有这么冷过。不过遇到这样的天气也不错了，虽然有点冷，但是能看到白色巴黎也是很幸运的。本来第一天也没什么行程安排，就是在街头随意的走走逛逛，去了一下蒙马特高地。下雪天吃冰淇淋。然后因为这个时候我时差还没有倒过来，所以逛一逛就赶紧回到酒店去休息了。这次来巴黎住的是百悦酒店，地理位置非常好。很喜欢酒店房间里的装饰，还有他们的大堂，坐在这里烤烤火，喝小酒，感觉非常惬意。哎，那边有个蚂蚁人呢。然后第二天我又去逛了春天百货，位于顶部2层的美食市集。这里很特别的是，他们聚集了法国最知名的4位厨师在这里开设自己的店铺，像是有在面包界很知名的大师 Gaulton 旗下的面包坊，他家这个墨鱼之法棍还挺红的。看到这样非常地道的法式面包店，真的让人忍不住一定要买一个可颂，再去配一杯咖啡当做早餐。身为美食界最时尚的人是一定要来一杯手冲咖啡的。然后这家是我昨天也吃过的专卖松露的品牌，叫 Bellman。反正我是非常爱松露的，有吃的机会都一定不会错过。大家知道法国就是黑松露非常出名嘛，可能你们都认为这个黑松露是猪找到的。但我刚才跟这个摊主聊了一下，他跟我说，以前确实都是用猪去寻找松露，但是现在都换成狗了。他说因为猪太贪吃了，会把所有找到的松露都偷吃掉，狗会比较听话这样。吃完松露之后还可以去喝点香槟，这里有专门让你品尝的香槟吧。其实我每次来法国都会感叹，这里的人真的好爱喝香槟哦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酒窖，这里各种产区、年份，还有各种价位的酒，你都可以找得到。哎，这有个梨子，之前我好像看到过，就是教你怎么样把这个梨放进去。它其实是在这个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，就把这瓶子套在梨上，然后让梨在瓶子里头长大。对了，刚才不是说这里有4大名厨吗？这其中叫 Michelin 的甜点师，他出过很多本书，而且有自己的电视节目，所以在法国也是人尽皆知的。Can I have a monsieur？ 他店里的甜点真的造型都非常的漂亮，每一款感觉都是为了发朋友圈而诞生的。吃完甜点之后，在这里随便逛了逛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了带走。然后另外一位同样知名的大厨就是 Akram， 我约了明天会跟他见面，我们会一起做个菜。之后就去了像我一样时尚的人来巴黎一定要去的叫做马黑区，这里是巴黎近年来很红的一个区域，有很多时尚的小店啊、买手店之类的。如果你也喜欢逛那种有意思的小店铺，就可以到这边来逛。还好现在雪已经停了，走在路上也没有之前那么冷了。傍晚的时候在塞纳河旁边走走，然后不小心就走到了巴黎圣母院。如果看过《午夜巴黎》这部电影，应该也会喜欢在晚上来逛巴黎，总觉得这里的城市灯光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接着到了第3天，今天要去赴和 Akram 的大厨之约。哎，那个蛋糕是我们吃过的呀。Akram 在这里也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餐厅，然后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做他餐厅里头非常知名的一道头盘——金枪鱼塔塔。做起来超级简单，只要把金枪鱼切成薄片。You want to try? Wow！ 在上面放上海草，挤些柠檬汁，盖上烘焙纸，然后拿擀面杖把它擀到薄薄的。然后准备一些新鲜的芥末籽，加上橄榄油，一些新鲜的香草，再擦一点柠檬屑，就这样就好了。This is for you。现在这盘这个金枪鱼塔塔就做好了，然后我们要跟大厨一起去分享这个非常简单、清爽、开胃的餐前头盘。
之后我们还有一起逛一下这里的生鲜区，在这里能看到一些平时不那么常见的蔬菜。 It's all my favorites. 跟 Akram 聊天很有趣，因为他在上海也有餐厅，他还有跟我推荐几家他在上海喜欢吃的菜。现在4大名厨已经介绍3位了，最后一位就是法国非常知名的手艺人 Laurent Dubois， 他在这里也有一家奶酪专卖店。我最喜欢他家这款加了温坡果酱的奶酪。温坡这2个字就是英文中的 quince， 是一种介于苹果和梨之间的水果，我还蛮喜欢它的香味的。吃完之后免不了又是要逛逛逛、买了，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奶酪可以带回酒店去慢慢吃。Can I use Alipay? Is that gift for me? Alipay. Thank you. 现在吃过、看过也买过了，逛完了美食区之后，时尚区当然也是重头戏。这里还有私人导购服务，我这次也体验了一下。对了，这次在巴黎其实也有举办一个小小的粉丝见面会。其实我知道我粉丝中时差党非常的多，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，都很希望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。很感谢各位那天特意过来见我的小伙伴们。好了，到这里为止，这几天差不多在巴黎就做了这些事情。这次来巴黎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感觉非常开心，有吃到、看到、玩到很多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。海明威在1950年的时候说过，巴黎是一起流动的盛宴。这里也是我很喜欢的城市，其实直到今天我都有同样的感觉。希望你们看完这篇有机会也会对巴黎有一些新的了解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，喜欢我别忘了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影笔、头像胶。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